个券啊！不动了，上班了。这件多少钱？这黄的。哎呦。10元收款3.5元38一斤。38一斤。要啥我吃啥。大家好呀，我是阿林。东北早市的热闹声名远扬，在整个东北地区，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早市。这其中号称东北第一早市的是辽宁省沈阳市的小河堰早市。眼前人潮涌动，有些路段甚至人多到走不动路。吸引本地人的是早市上新鲜的果蔬、便宜的物价，吸引外地游客的则是非常丰富的早餐小吃，还有这热火朝天的东北人气。早市上什么都有的卖，品类非常丰富，如同一场清晨的赶大集。猪蹄、肘子、猪头肉，还有酱牛肉等等，都是北方熟食的代表。东北地区的熟食中，猪头肉、猪耳朵和口条都很受欢迎。肉皮冻也常出现在熟食摊上，看上去就十分 Q 弹，由猪皮熬制而成，满满的胶原蛋白。吃的时候切片，可以用蒜泥、酱油、醋凉拌。不香不辣，1块钱不要。来，干啥香的来？都切了，切了，20块钱。现在多少钱？19块8，你看看。我这刚开卖的便宜点。肉里夹的啥呀？猪耳朵、豆皮、猪头肉。这咱是切的。猪头焖子，干啥香？这种圆圆的小烧饼叫牛肉火烧，是辽宁省铁岭市的清真小吃。小小的烧饼很酥松，内馅儿是牛肉大葱，很香又多汁。之所以被叫做火烧，一是需要用火烤制，二是烧饼小小的，形如勺子。来，走走来。要不要？牛肉馅饼要不要？要不要？没有小孩。问呢？没有。甜的主要是。那个老甜了，那个老黄，那个比这个还黄。3块钱2斤啊！2块，尖椒来3块钱2斤。不要挑，不要挑，进来。不挑，不会后边还挑。要我不买。还都得拿长点的。对对对。
有蛋有肉末有碳水，东北的肉蛋堡绝对算是一份营养早餐。这种民间街头汉堡是好多来打卡东北早市的外地游客们都想尝一尝的早餐。做好的肉蛋堡还会涂刷一层辣酱。以辣白菜为代表的朝鲜族泡菜，还有蒸米肠，都是当地很流行的朝鲜族小吃。沈阳市的西塔地区就是朝鲜族聚居地。38一斤。咸鲜口味的猪血糯米肠也是朝鲜族特色，刚刚蒸熟的特别好吃。朝鲜族小吃也算是东北特色的一部分。以前也和小伙伴们分享过朝鲜族丰富的美食和特产。奖励陪伴，欢迎大家放心购买。6块钱1斤。米酒，朝鲜族的，可好喝了，可以尝尝啊。这个多少钱一瓶啊，老板？你好，这是一瓶2斤装的，10块钱。10块。酸甜的，最传统那种做法。啊，拍吧。谢谢您啊。没事。这个是玉米味的。这是玉米的，这是糯米的，咱家就最传统的，就是2种米，别的其他没有。因为早市老头老太太他识货，他是老味儿，知道不？撸我。好的。大瓶喝米酒找我啊！啊，好。米酒小哥。除了泡菜和米肠，米酒是另一个朝鲜族特色。米酒虽然叫做酒，其实本身酒精含量很低，1%左右，更像是一种微醺的饮料。这有孜然的，有辣的，买个这个。想吃哪味都可以尝尝啊。在哪儿都给你点儿。19块2，切一块尝尝。新出锅这个都是。这一根有1斤吗？再装2个黄的。我要2包。我要2包。给我来2包，刮的多了。老大的大米。9元，感谢光临胖丫精品盐玉米，欢迎下次光临。油炸糕在各地都很常见，东北和天津的早市上超受欢迎。豆沙玫瑰内馅儿包在糯米团中，油锅里炸到金黄色，捞出沥一会儿多余的油，就可以趁热吃了。糯米经过高温油炸，外层又酥又脆，咬下去里面又很软糯，甜甜的内馅儿还伴有玫瑰香味。早市上不少的油炸糕摊位前都是大排长队。油炸糕的后面是粘豆包，一切软糯香甜的小吃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糯叽叽，而粘豆包就是东北糯叽叽的代表。粘豆包一般是糯米、黄米包住红豆内馅儿，有时候还会像这样蒸的时候垫上苏子叶。在冬季，粘豆包可以直接放在室外冷冻保存，吃的时候蒸热了就可以。如果喜欢吃甜口，还可以撒上一些白砂糖。鸭膏怎么卖呀？
大白菜在东北的饮食中是很重要的蔬菜，现在依旧还保留着入冬贮存大白菜的习惯。不过现在更多的是为了腌酸菜做准备。曾经物流不发达，以东北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地区，冬季寒冷漫长，新鲜蔬菜匮乏，所以家家户户都会备上一些大白菜。35、40、45。啊？30加包裹。没有菜啊，我该找这个。太好吃了。韭菜多少钱3块5。正好多少钱？6块。早市上卖草莓的不少，草莓需要在冷一点的地区种植。中国最大的草莓生产和出口基地就在辽宁省丹东，那里草莓的年产量超过30万吨。来吃香辣 OK， 多少钱？15元。哎呀，不是有人的，你背着你烂。特色牛肉酱和牛肚酱牛肉和牛蹄筋。这是五香，这个辣的，一样咸，味儿不一样。你做的多少钱？对吧？15元1瓶1斤的。说到海鲜，总会第一时间想到中国东部和南部。中国北方其实也有很长的海岸线，比如山东、河北还有东北。在东北3省中，辽宁省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沿海省份，像是大连，东面是黄海，西面临渤海。另外还有营口、丹东也都是沿海城市，其中大连的海参和鲍鱼都很有名。在寒冬的清晨，零下20几度很是常见，室外如同一个天然的大冰箱。到时候早市上各种鱼类、肉类都会是冻品。微信收看28点欢迎下次光临。别说辣的爷们儿，有一个个商的都不要钱，辣的就更不说了。日常饮食和饭店菜单上都少不了熟食，尤其是一些熟食摊上摆满刚刚卤制出锅的熟食，呼呼地冒着热气，在寒冷的清晨格外吸引人，让人忍不住想趁热咬上一大口。北方熟食做法多样，包括炖煮、卤制，还有熏制。通常放凉后再切片装盘，还可以调上一碟蘸料。家常的一般是酱油、醋加一点蒜末。营业了啊！喝酒上来，喝汤吃蛋白，喝汤无理请，上面馅饼全都有，帅哥美女无理请。新生进屋亮灯，烤全羊，烤大串，烧烤大排档，正营业了啊！喝酒上来，喝汤蛋白，喝汤无理请，上面馅饼全都有，喝汤无理请，美女帅哥无理请。进屋亮灯，烤全羊，烤大串，烧烤大排档，正营业了，喝酒上来，喝汤请干牌，喝汤无理请，嘎嘎香2个串啊，好吃不贵啊，10块钱串啊，羊肉31斤，31斤羊肉，精品没有，就是说回收啥不来，帮手呢。
手来，核桃去干杯，核桃5厘酒，24一个月，大概小2串，好，这不贵啊，10块钱一串啊，不收不要钱，不香不要钱，欢迎全国人民来沈阳小黑呀，不很好，沈阳小黑呀，欢迎你。这里又是一家火烧摊位，牛肉火烧讲究口感上的层次分明，所以制作时面团中会加入油酥以增加层次感。包好馅料的火烧放入炉中烘烤，期间需要不断的翻面。炉子也很特别，像大抽屉一样的铁板。好嘞，马上就好啊。放点啊。当饼皮变得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了。趁热咬上一口，有层次的酥香，牛肉内馅儿鲜香又多汁。火烧也可以和羊汤等一起搭配着吃。老板，我可以拍拍您的饼吗？谢谢。谢谢啊。香酥牛饼啊，香油饼，香酥的，橙的，牛饼老香啊，嘎嘎香，嘎嘎香啊，嘎嘎香，嘎嘎香啊，香酥的，橙的牛饼嘎香啊，嘎嘎香，嘎嘎香啊，香酥的，橙的牛饼老香啊，嘎嘎香，嘎嘎香啊，嘎嘎香啊，嘎嘎香啊。嘎嘎香，嘎嘎香啊！嘎嘎香牛饼，香啊！牛饼啊！嘎嘎香啊！嘎嘎香，香酥牛饼啊！香牛饼，老香啊！嘎嘎香，嘎嘎香啊！老板，这是您的狗吗？那是您的狗狗吗？对。
完事儿了。内馅是韭菜鸡蛋粉条，是极具东北特色的馅料，而老板手中的煎饼被折得整整齐齐，包了馅料之后，鼓鼓的，看上去真像是一个小盒子。煎饼韭菜盒子的叫法很是生动。给你一个那个，再装两个这个，再装一个这个，不是那个再装一个这个。什么食品你有没有？你马上给我练个10块钱。啊？啥样的？过来了啊！你吃吗？我要俩这个，一个这个。弄俩啊！哥帮我。你把这店照下来，完给我家邮啊。是本地的吗？广大顾客，你们好！本店金香卤水大豆腐，3块钱1块，5块钱2块，同时还金香干豆腐、热豆浆、冻豆腐、小豆腐，批发零售。2块钱1对。炸油条可以算是最老牌的中国传统街头小吃了，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南宋时期，相传起源于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油条现炸，外脆里软，油香混合着面香，搭配着豆浆或者豆腐脑，是最经典的早餐组合。油条的流行程度之高，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作为早餐或者宵夜，甚至火锅麻辣烫中都会有油条。来啥告诉我？吃钱给了，要一个啊？对。俩都4块。盆中的这个是腌酸菜，是由大白菜发展出的另一个东北菜的重要食材。腌酸菜曾经也是人们过冬前的准备之一，那种高高的老式酸菜缸常常会出现在一些怀旧影视作品中。酸菜的吃法太多了，炖菜、炒菜、火锅，或者作为馅料可以包包子、包饺子，吃烤肉的时候还可以与五花肉一起搭配，也是绝妙的组合。继续之后2人。这个不咸，来点吧。这个不咸。我想买了，你买了没？可地没去放。来买给优惠啊！大哥，还惦记着吃呢。不太咸，你吃吧，咸蛋好吃。干嘛呢，老没有坏的，就长得磕碜。3块4的，高价回收。啊，3块4的啊。还有2块2块5的啊，高价回收。哎，好嘞。这大锅中呼呼冒着热气的，就是杀猪菜。杀猪菜的名字听着很粗犷，它是东北农村每年接近年关杀猪时吃的大炖菜，食材几乎涵盖了猪身上的大部分。猪骨头炖汤底，再烩上酸菜和猪头肉、五花肉、猪血肠等等。不过作为早餐的话，分量还是有些大了。14点7元。好。
这家清真糕点摊位上卖的是一些年食，之前看到的粘豆包也算是年食之一。在东北，还有比如天津，年食都算是主食中的一大类，其中驴打滚、切糕、各种年糕都是年食。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满族人传统上喜欢粘性食品，进而发展出了众多糯米加上各种馅料制成的美味年食小吃。行不？这个牛肉的，1要5块钱，8块。不让他用包的。2斤8块1块钱呗。这是活的，这是。这里又是一份卖蚕蛹的摊位。东北人很喜欢吃大蚕蛹，主要是因为东北地区盛产坐蚕。这种蚕蛹是坐蚕的产物，产的蚕丝称为坐蚕丝。东北的坐蚕业在20世纪20至40年代达到高峰，当时东北坐蚕丝占中国总产量的80%以上，成为东北仅次于大豆的第2大出口产品。后来坐蚕业逐渐衰落，但蚕蛹作为一种食材，却逐渐在东北地区流行了起来。像是吃烧烤的时候，菜单上常常都会有烤大蚕蛹。汽车款10元。微信收看酸菜的，来碗1步都没了。来碗就没了，快点了。微信收看10元。微信收看5元。你个酸菜呀？啊？这红红冒气呢，这会儿有地儿。姐，我那个吃的还没好是吧？上麦好。来，进屋等一会儿。这15有啊，1两。来大麻花10块钱3根的来，上面榴莲巧克力大麻花的来，3根10块，3根10块来。我给几个都行。吃不动啊，真吃不动。4块钱啊，哎。啊，现拿完了。老筋道了。10斤的鱼请进屋。好的，不买了，不买没了。说完了也快没了，还有肉的豆浆，倒上的肉豆浆，倒豆浆。来，豆浆啊，都是现磨的豆浆。吃还是不吃？来，说完了，都现炸的，说完了。这家卖的是驴打滚儿，驴打滚儿也算是满族传统年食小吃之一，同样流行于北京、天津一带。驴打滚儿其实算是一道甜品，糯米或黄米面皮包裹着红豆沙内馅，外层再裹上黄豆粉，俗称豆面卷子，吃着黏糯香甜。外面的一层豆面有独特的香甜味，在口感上给驴打滚儿增加了不少层次。他那个锅不是烙饼吗？有饼吗？来，我给你少个5块钱的。啊？
把以前香给弄过。哎，路来来到我，现在先卖的啊。10块钱的，等一会儿那按个的。7块7一锅。一共7块7。啊，7块7一锅。7块7，好的。菜园怎么卖啊？啊？竹子多少钱？多少钱？15。4块。家里这哪儿的？从哪儿说？要不然你就。没声。收到了，耳机这响了。啊。耳机这反应有点慢呢。谢谢。好嘞。一斤热的，插吸管吗？放里就。做插管。哎。我给你记上，一会儿插吸管方便。支付宝到账6元。奶猪枣就是微甜，我家都是纯瘦肉的，就是口味不同啊。啊，来，把鸡给奶凉了一下。这俩的电兔俩的。你把这存人钱，把这鱼扔在这。太胖了。一眼咱都做立着。这里也是一家以驴打滚为主的年食店，香糯好吃，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所裹的黄豆粉。驴打滚的得名也正是源于裹黄豆粉的这一过程。糯米卷在黄豆面上滚来滚去，犹如驴子在黄土上打滚，因此而得名。对，小孩的。这早上刮的。哇，5的那家伙7块钱1斤。我也买点。都3是啥？啥都有。豆子都3个吧。不是玉米有吗？有吗？白面在那个牛肉厂。微信收款7元。这家小吃摊卖的2种都很有特色，其中沈阳鸡架在整个东北都非常有名气，不过大多是夜市小吃。整个的鸡架放在这种方方正正又很浅的铁锅中炸熟，炸制好之后切碎撒料，酸辣甜辣都是特色口味。另一道小吃是雪棉豆沙，外观洁白，圆圆的很蓬松，像是一团雪，里面呢是豆沙内馅儿。雪棉豆沙的名字甚是精妙，制作雪团的食材是打成泡沫的鸡蛋清，其中再裹上豆沙内馅儿，在油锅中低温软炸，以确保内部熟透而且不会塌陷。炸到浅浅的黄色就可以出锅了。在一众以大著称的东北小吃中，雪棉豆沙是少有的精致甜品，相传起源于清乾隆时期。
他说1公里啊，还得等着他呀。来，刚刚连着来，这个不要香菜。老连了。大成手工编制，全国各地400个。沈阳小河堰早市每天清晨6点半开市到10点半结束。当人潮退去，这条街道又归于平静。想要体验最接地气的东北早市，可不能懒床哦。好啦，感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见。